大家好，我是 KK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的 Chanel 收藏。男生先不要急着关掉，因为七夕情人节快到啦，你可能在苦恼要送女友或是老婆什么东西。女生的话，如果你在我影片有看到什么想要的东西的话，你就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男友或老公，附注一下几分几秒的部分，我想他们应该就懂了吧。如果不懂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咯。讲一下为什么会想拍这个影片好了，我自己也没有多少收藏啦，毕竟我是小资族嘛，再加上我也还在通往财务自由的道路上。但是因为有K 粉，就是有些朋友跟我说想要看关于包包类的影片，我就挑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介绍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的牌子 Chanel。我今天会介绍从价钱最低到价钱最高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预算来看看要送对方什么样的东西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赶快帮我订阅一下。那如果你已经订阅的话，趁现在先帮我按一个赞。第一个我要介绍是 Chanel 的香氛彩妆跟保养品，这些东西的价位大概是30块美金到200块美金不等。那当然有一些超过的，我就是讲一个大概。我觉得 Chanel 的彩妆、香氛跟保养品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他们的东西都是自己家生产制造的。像很多其他的精品品牌，比如说 YSL 跟我之前待过的品牌 Giorgio Armani， 他们家的化妆品跟保养品都是 licensed product， 都是莱雅 L'Oreal 做的。我自己是没有 Chanel 的保养品，唇膏的话我自己也只有2支。那第一支这个就是Rouge Coco， 税前大概是38块美金。那另外这一支是我老板之前送我们的圣诞节礼物，这个是Rouge Coco Gloss， 税前大概是30块美金。我今天上网查那个唇膏价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我太久没有上他们网站，还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在线上试用唇膏。那你就是把你的那个 camera 打开，然后你就可以马上看到那个颜色在你的嘴巴上。那另外Chanel 彩妆呢，我还有买过他们家这个腮红，大概是45块左右。我其实没有觉得这个 CP 值很高，颜色还蛮不错，可是呢，它里面这个刷子呢，我觉得那个毛没有很舒服。那再来就是这瓶香水 Gabrielle。这瓶是我朋友之前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它有3个 size，35ml、50ml 跟100ml。那这一瓶是50ml，税前是美金105块左右，105块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一款其实不是 Chanel 最经典的香水，他们最经典的是 Chanel No. 5。所以如果送礼的话，如果不知道送什么味道，然后你觉得那个味道也蛮不错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选择那个最经典的款式。如果你的送礼预算是在30到200美金左右的话，化妆品、保养品跟香水都是非常值得送人的。品牌加持的关系，可能一个30块的唇膏，女生收到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另外，我也很推荐Chanel 的护手霜，我觉得它护手霜味道很好闻，质感很好，再加上它的那个造型也非常可爱。第二个就是 Chanel 耳环。如果你的预算高一点的话，可以考虑 Chanel 的饰品。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Fashion Jewelry， 就是价位比较亲民的 Fashion Jewelry 的价位大概是350块到1000美金不等啊，就是 range 还蛮大的，但是可能300多就是可以找到一些蛮不错的，或者是400出左右。我先来介绍我有的这2款 Chanel 耳环，这款 CC 的就是经典的。价钱大概是375美金。那另外这一款复古的山茶花的价钱我有点忘记了，应该税前也是接近400块左右。送礼的话，我其实会比较推荐 Chanel 最经典的 CC 系列的耳环，比较基本款，不太会出错。其他比较花俏的款式的话，真的是见仁见智。第3个我要推荐的就是 Chanel 的卡夹。卡夹的税前价钱大概450块到550块美金左右。那这款是最经典的
这款 logo 有分金色跟银色，那我选的是银色。卡夹的大小其实还蛮大的，我里面还塞了蛮多东西，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。其实我里面塞了超多东西。我买的这个是小羊皮，所以使用上的话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比较不耐刮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款式，就是荔枝皮。所以如果你要送礼的对象，或是你自己是一个比较粗心、不那么会保养东西的人的话，我会建议你选荔枝皮。那 Chanel 还有另外一种卡夹，就是不是这种掀开式的，就是一片的。那你那种也很方便，可以放悠游卡、地铁票啊，还有常用的信用卡，那个我也还蛮推荐的，稍微便宜一点点吧，但价位也是在那个 range 左右。那讲到这边就会发现，卡夹好像跟耳环的价位差不多，送礼的时候要选哪一个呢？如果你要送礼物的人，他已经有一个可以用的 Chanel 卡夹或是名牌卡夹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你送耳环。那如果他不常戴耳环的话，我会建议可以送他不一样样式或是其他颜色的卡夹。假设你要送礼物的人，或是你自己没有任何 Chanel 的东西的话，这两个相比起来，我觉得卡夹会比较实用。因为卡夹你是天天用，那耳环你不一定会天天戴嘛。如果你用同样的金额去买耳环，你可能可以买到 K 金，甚至有带钻的。第四个就是 Chanel 的 Walk， 如果你的预算在2500到3000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包款 Wallet on Chain，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背的长夹。那以价位来说的话，它算是 Chanel 的入门包。我买的这一款呢是Boy Chanel Style 的 Walk。除了菱格纹之外呢，它旁边还有这个车线 ，logo 底下有一个座子，不是只有 CC 而已。我选的一样是小羊皮的，我2017年的时候在巴黎买的，也是我第一个 Chanel 包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是在巴黎的 Chanel 总店买的，所以纸袋跟盒子都是白色的，然后也有印他们那间店的地址。这个包其实它可以装蛮多东西的，那我现在装给你们看。卡夹。手机是看，我记得好像因为我壳有点太胖，所以可能放不进。AirPod， 唇膏，有一点硬，但是还可以，就是你看它侧面就有一点肥肥的。平常我可能不会装手机，基本上如果装卡夹、一个唇膏跟一个 AirPod， 然后再装钥匙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包我非常常背，搭配性非常好。你如果就是穿牛仔裤啊，休闲也可以，然后正式也可以，因为它其实如果带子拉长这样侧边背的话，其实也是蛮优雅的。这个包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，我就是觉得小羊皮很漂亮，所以我就买了小羊皮。可是小羊皮其实照顾上跟保养上来讲都要特别小心。这个包包其实你这样打开的时候，常常开合它就会有一个痕迹嘛。对，这就是唯一一个比较会心疼的地方。毕竟你花这么多钱买一个包，你就是不想要它就是有任何损伤。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就是你常常背的时候，它这边就是会凹掉。对，不过这还好，因为可能平常看不到。这个包呢，还有一个不算是缺点啊，但是因为你这个袋子它其实是蛮长，有点太长，就是以亚洲女生的身形来讲的话，可能要缩短。所以我其实里面就是这样交叉过来一圈。然后我朋友之前有送我一个这个扣环。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长短固定在这个长度，那个长度比较刚好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重头戏，第5个，噔噔噔。如果你预算很高，想要送一份大礼的话，很推荐 Boy Chanel 或是 Classic Chanel 这个包，价钱大概是5000块美金左右，税前。那 Classic 的话，大概我现在查一下，因为 Chanel 一直在涨价 ，Classic Chanel 同一个 size 应该要5800美金税前。Boy 的话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休闲的穿搭，假设你就是穿牛仔裤啊，或是皮衣比较适合，这个就不太适合你穿洋装那种很女生的那种
那种 feel。如果你要送礼的人，或是你自己是比较常穿裙子啊，比较 lady 一点的话，我觉得 Classic Chanel 会比较适合。但是呢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就是 Boy Chanel 其实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包。那我当时这2个很挣扎嘛，然后我选这个就是觉得，我还年轻。2019年，去年1月买的 ，size 是 medium， 是牛皮，可是这个牛皮就不是荔枝纹，就是非常漂亮的牛皮。这个包包的 size 我觉得非常好，基本上你出去想要带的东西都装得下。那我们来试装，看看它可以装什么。长夹，旅行的时候比较常用啊，就是我平常都还是用那个 Chanel 的卡夹而已。我放我的手机 ，AirPods， 唇膏。是放完之后，其实里面还可以再塞一些小东西，可能还可以再塞一些卫生纸啊、干洗手啊，都可以。另外还有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包很好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背，然后就是比较长的侧背，你也可以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单肩的这样子背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很贵，买完会觉得很痛。以上就是我的收藏，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很多。我自己其实没有很多名牌包，而且你也可以发现，就是我的 Chanel 包几乎都是黑色的。你看我的卡夹、我的 Walk 跟我的 Boy 都是黑色的。我买精品是非常保守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花这么多钱，我不想要过一阵子之后我就不喜欢。所以那些流行性很强的包包，我通常都要想很久，就是我会觉得很好看，可是要下手我真的都还是会很犹豫。毕竟我真的是用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去买这些包包，我不想要乱花，然后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想用那些包包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要在欧洲买 Chanel 的包包，因为价钱真的是差很多。像我之前买这个 Boy Chanel， 我大概省了将近1000块美金，应该没有到1000块，可是至少800-900块美金。因为在欧洲它的定价就稍微低一点，再加上去欧洲又可以退税，所以那个价差算下来，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划算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啦，男生请不要揍我，我现在只是在帮助你们，让你们以后人生过得更快乐而已。大家拜拜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。